这个人吗？无耻！周六回台中去给启成哥的父亲上个香。你要说什么？我跟启成哥也是好朋友，好朋友是你这样设套的吗？好朋友是叫他父亲过世你来利用的吗？太过分了，黄伟汉，做人这样做的吗？黄伟汉的汉学起手是有来的。一个排队的阿北远远看到我情绪激动，我现在很不喜欢你。我静静的等，没有多言。让我想到军冤案的妈妈，她就说妈妈激动的说：“总统静静的听。”好美好美。黄伟汉就在造谣，补发1万，依宪法第70条，明显违宪。为什么过去可以，现在不行？立法院过去提出石门水库整治特别条例，之后也编列了预算，每一个人都说这明显违宪，法官提名权我们也不用过了，因为人人都是大法官。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周六回台中去给启成哥的父亲上个香。回程在高铁站买杯咖啡的时候，一个排队的阿北远远看到我，情绪激动，比手画脚。他走近之后，伟汉，我现在很不喜欢你，你为什么支持赖清德？这种人你支持做什么？国家都快被搞烂了。我静静的等，点点头说谢谢，没有多言。这句话让我想到军冤案的妈妈在台东去陈情的时候，被特勤扑倒在地上，他就说，妈妈激动的说，总统静静的听。对。好美好美，又同样的套路。我第一眼看到这篇文章不太高兴，为什么他要特别写出来？启成哥最近父亲过世，这都是私底下的人情，你为什么要拿出来讲？因为前阵子巧芯来我们双主修的直播，他爆了一个料，去年他公布了一份不是机密的外交部文件，可是外交部说他是机密，不要办。那个时候因为绿营在围剿他，黄伟汉那时候就特别邀了江启臣上他的广播节目，结果江启臣就被黄伟汉设套，诱导江启臣说出如果那是机密文件，那这样公布是很不妥的。绿媒就大做这一题，连外交专业的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副院长都觉得徐小新公布机密是违法的，是不妥的。那江启臣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后来黄伟汉一定有看到我们这期节目，就特别的去弄了徐小新，他这个也是很小心眼，所以他现在当顾及表面上的关系，所以你把江启臣父亲过世这件事情拿来当做装饰你的门面，去跟人家套近关系。黄伟汉这个人吗？我觉得这个人就是无耻。你要说什么？我跟启成哥也是好朋友，好朋友是你这样设套的吗？好朋友是叫他父亲过世你来利用的吗？太过分了，黄伟汉，做人这样做的吗？你还是个人吗？后面他这个套路作文模板照抄，他就在连续形容阿北很激动，代表不理性、很狂热、政治也有既定立场的分子。王伟汉的汉学起手式又来了，把所有反对我、不同意我的人都贴上政治狂热分子的标签，所以你是不客观、不理性的，我是就事论事的。这个就是当时为赖清德总统洗的作文模板，现在这个拿出来给自己用，所以他就要补一句：民主社会意见不同非常正常，但是有这样子的少数偏激政治狂热者批评，我就要圆回来说，其实还是有很多中立、理性、客观的民众是跟我站在同一边的，所以有10多位民众跟我拍照，干嘛加油？我没有很骄傲，谢谢，我非常的谦虚。可是你注意到，黄伟汉是台中人，可是他平常不会那么的强调他是台中人。为什么他短短一篇强调了4次跟中部地区的连结？他要强调他跟江启臣不只是有私交，还有在地的连结，来洗白他的形象，所以最后只是一个例行形式的收尾啦。台湾就这么大，人口就这么多，不管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你对议题看法是什么，多看多听，坚持信念，理解别人可能跟你不同，但只要跟我不同，我就全部封锁光光。这就是今天的汉学，这个很厉害，果然还得是汉学家。评论的时候铿锵有力，站在道德的高点上，非常的凶悍。这一篇其实是汉学比较原本的风格，生活琐事的笔调。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很厉害，你为什么支持赖清德？你这种人支持做什么？国家都被搞烂了。这样对赖清德批评的人叫做情绪激动、比手画脚。那剩下除了生气的阿北之外，大家都好友善。所以不管过去他比较监督执政党，或者现在他基本都帮执政党讲话，变成郭正亮口中的青鸟发言人，是厉害的地方。他的流量跟粉专历久不衰。我先让委员讲一下吧。要不是刚刚土条去解释，其实你整篇文章你是不知道他要讲什么。我觉得其实文章跟他最近的确很多人对他产生质疑，那他在这篇文章并没有好好的去正面的回应说为什么这些人对你质疑。汉学家有时候会偷渡一些不对的观念跟价值，这才是我们现在对于他很多文章感到开始渐渐没那么感兴趣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根本，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偏蓝营的支持者会去质疑武汉哥？一
定是起来有字。那你应该去思考一下，蓝营这些支持者认识错误，没有理解你的逻辑，还是你真的某些价值的立场其实是有变动？那当然你会觉得我一直坚持我会中华民国价值，但如果按照这逻辑，跟现在跳到青鸟或跳到民进党阵营的这些将军或自称中华民国派的，不是一样吗？那这些跳过去的中华民国派，你们真的是中华民国的支持者吗？还是政治价值的汲取者？我发现汗血越来越不远了。补发1万臭了吗？上周五立院处理因关税特别条例，国民党删除拨补台电1000亿，增加补发1万2350亿。根据宪法第70条，明显违宪，与法不合。另一方面，政院反对补发1万，提出各种理由，其中再留主税论述，这说法明显说服力不足。这方面蓝绿都有缺失，国民党不该侵犯政院的预算权，政院不该无视民意，打死不肯编列补发1万。说穿了，就是因为怕变成蓝营争取民心的政绩。首先，过去发钱就不叫暂留子孙，现在发钱就要举债为还，这种说法说服力不足。蓝营看到好嗨，我们伟汉哥又回到我们中理性的力量。绿营很希望台电拨补1000亿回来，所以我觉得他某种程度是在加强朱立伦说把台电1000亿拨补回来。但里面最重要的是这个预算自行增加，明显违宪，于法不。但我跟大家举例，立法院有没有增加过预算？有，立法院过去在基隆河域整治重建条例、石门水库及集水区整治特别条例，都是由立法委员提出的。所以过去其实是有立法院提出的，提出之后也的确编列了预算，所以这一次到底有没有违宪或违法？回到判决这方式，我觉得这是要打问号。过去立法院曾经有过，也没有被判违宪，那为什么过去可以，现在不行？所以你们不应该直接说明显违宪。如果今天每一个人说这明显违宪的话，那很简单，大法官提名权我们也不用过啦，因为人人都是大法官，人人都知道宪法怎么解释。委员抓到很精准的一个重点，黄永汉在偷渡某个东西。黄永汉说，国民党提案补发现金1万元是违宪，蓝白从来没有在立法院提出一个决议，是要求行政院一定得编这个预算，因为那是行政权的范围。我只是帮你立了一个特别条例，跟行政院说，我现在帮你立了一个法，有法源，你可以去编。至于你要怎么编，你编好了之后送回来我们立法院，我们帮你审，而且这个东西我们支持，会让你过。而且更可恶的是，蓝白违宪增加预算这个说法，就是从民进党的中央厨房提出来的。甚至这几天卓荣泰说我们没钱了，所以我们不编这个预算。你看，特别条例通过了，我可以编，我行政院长我不想编，其实你不能拿它怎么办？这是行政权。所以你黄永汉就在造谣。在我看来，他当然是想要护航民进党的补贴台电1000亿的案子。而且黄伟汉是各打50大板吗？其实也不对。黄伟汉74段说国民党是违宪，民进党叫做论述说服力不足。我请问你对等吗？这个力道好像完全不一样。所以他真的想要投入拨补台电1000亿。之前黄伟汉在讲拨补台电1000亿这件事情，至少超过了3篇文章。因为拨补台电1000亿是民进党中央经济部跟行政院主推的政策，而这在去年提出的时候，台电方跟经济部方也说得非常清楚，他是为了要去偿还台电的欠债，否则台电要破产倒闭了。就因为你的废核家园每年燃料费的支出、购买绿电的支出，光2024年外购绿电风光的支出就1400多亿元。那更不要讲说为了支援绿电的调度，天然气的那个燃料费每年2-3千亿在烧，所以你拨补1000亿是不够的。如果今天蓝白同意用我们的纳税钱拨补台电1000亿，或不管几千亿，请问这些钱会到谁手里？答案是在云豹、赖品妤、赖百一家手里，要不然是旭东。所以黄伟汉他为什么要去主推拨补台电1000亿？因为这是民进党中央主推。那民进党中央为什么要主推？因为那民进党的这些庄脚、这些利益产业，他们要顾，所以他们一定需要过这一笔预算，否则他们没有流水流到这些人手上，他们没有钱可以分。1000亿为什么一定要补？因为不补资不抵债，按公司法台电就倒了。目前核四一直不敢认列，核四一认列台电直接破产。那资不抵债这个是一个会计上面的问题，所以过去几年拨补的时候，甚至有些用增资的方法跟你骗说增资不会亏到钱，因为账面上经济部是平账，所以我依然持有这1000亿，但是这1000亿肯定花光。对，所以他们未来拨补，我认为会越来越多用增资的。